你知道古代的监狱到底长什么样子吗？我的身后啊，就是曾经关押过苏珊的明代监狱，里面机关重重，陷阱无数，哪怕你是个武林高手，进去了呀，可能都插翅难逃。这里也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一处明代监狱了。今天阿波就带大家到里面去看一看，走吧。我们先去牢房看一看，看到这上面露天的一些铁丝网了没有？这就是为了防止有些囚犯呀越狱所设计的天罗地网，上面还挂满了铃铛。如果你想爬墙翻走的话，铃铛呢就会发出响声，就相当于现在的报警系统一样。这里呢就是牢房了。有些人说，哎，这条件还挺不错，最起码有一张床。你想多了，这个牢房呢大概也就4、5个平方，里面需要住8到10个囚犯。你想想，8个人在里头，你睡不能睡，躺不能躺，你只能什么蹲在这里，或者是坐在地上。所以古代叫什么？叫坐牢，或者叫蹲监狱，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。那么牢房它到底是谁发明的呢？就是这位狱神，他在上古时期呢是尧跟舜的法官，叫高尧。相传高尧呀创造了中国最早的司法体制，什么五行啊、五教啊都是他发明的。中国的监狱啊最早也是他发明。从汉代的时期，高尧呢就被我们奉为狱神。这里呢就是狱卒居住的地方。因为为了能够看管囚犯比较方便，所以狱卒啊就住在牢房的边上。到里面来看一看，是不是跟我们电视剧上看到的场景啊，基本上有点差不多。那这个是干嘛的呢？这个啊就是镣铐，它就是为了什么？防止犯人逃跑，给它铐上的一个刑具。这个很重啊，这一块板估计得10斤左右，2块那有20多斤。你说犯人要是铐上这个想逃跑，他都跑不动。如果真的跑了也没关系，这边呢还有2道防越狱的门，这个门呢，你看起来很普通，其实呢，它是大有考究的。我先把这个关上，给大家看一看。那么开第1道门呢，我们会习惯啊，从左边推门，哎，这个推开了。那跑到第2道门的时候呢，如果你还是从左边推，你肯定推不开，因为这道门呢，它是从右边往里面拉才能够拉开的，会延缓呀越狱者逃跑的一个时间，而且墙又比较低，你又不可能说站起来往外面跑，只能弓着背啊往外面跑，就会比较慢。这里呢还有一堵墙，这个墙呢叫丈八墙，丈八墙的厚度它都有1.7米，里面装的全部都是流沙。如果你想出了第2个办法，那我跑不了，我挖墙逃跑不行吗？你只要抽开其中的一块砖呀，就会有大量的流沙灌下来，所以你想跑也跑不了。那么这里呢就是当年苏珊被关押的时候，在此打水，在此服役的一个地方。来看看这口井，跟我们普通见到的井啊完全不一样。这个井口比较小，就是为了防止有些人在监狱里面受不了了。头井边上呢还有很多用绳子呀勒出来的印子，因为当年所有的刑犯啊在牢里面也不是白吃白喝的，你得干活，经常过来打打水，所以把这个边上的石头呢就给磨出了一条很深的印记。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呢？你不仅要打水，你还要洗衣服。所以以前啊坐牢的人跟我们现在基本上有点类同，在里面不闲着，也得给你找点事情干。这里呢就是黑牢了，黑牢是干嘛的呢？我们都听过是吧？打入地牢或者是打入黑牢，只要一进了黑牢，秋后问斩，那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所以一旦进了黑牢，想出去，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因为里面乌漆嘛黑，所以它被称之为黑牢啊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么这个监狱它后来为什么又被称之为苏珊监狱呢？其实啊，就是因为这里曾经关押过苏珊。苏珊呢，原本啊是北京的一个名妓，叫做玉春堂，天生丽质，和一个叫做王景龙的公子啊，两个人情投意合。但是呢，被老鸨强行拆散了。后来还把苏珊呢卖给了一个商人。后来苏珊呢就含冤入狱，被打入了死牢。王景龙后来呢就高中进士，把苏珊呢给救了出来，从此离开。所以戏曲当中有一句啊，苏珊离开了洪洞县。关注阿波，下个视频啊，看看千年不倒的应县木塔。